大家好，我是小夏，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。在今天的视频里，我想要说一个对于买房小白特别有用的话题，就是在美国买房到底能不能砍价，这个砍价的空间到底有多少。那我所说的内容呢，都是根据我们这几年的经验做的一个总结，它可能不一定对每个地区都适用，但是呢，也会是一些普遍可以教大家做判断的方法。所以只要你能耐心看完今天的视频，我相信一定会对你有所帮助。首先我要说的是，你在决定买房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资金计划，就是比如说你到底能够付出多少的现金，你需要的贷款比例呢有多少。那自然是你能拿出来的现金越多，你的 bargain power 就越高。那举例说明吧，我们有一个朋友，他当时呢家里给了他80万美金，让他在纽约买房子，所以他当时挑中了一套2B2B 的学区房公寓。那套房子开价呢本来是90多万美金，但是因为它是 all cash， 就是完全是现金，没有任何贷款，所以卖家就接受了他80万美金的这个开价，相当于给他便宜了10多万美金。那他那套楼呢其实选的位置也蛮好的，现在呢3-4年过去，已经涨价到接近100万美金了。这个其实很好理解，因为如果你需要贷款的话呢，那么你就需要提交很多的文件，然后银行还需要审批你的贷款，少说也要2-3个月的时间。那如果像纽约这样呢，你还要请律师过目你的合同，如果你要是买的 co-op， 你还要跟董事会提交申请，等着约面试面谈，那少说也要小半年的时间。这个过程中呢，对于卖方来说就有很多的不确定性，因为一般的购房合同里面都会有一个关于贷款的条款，也就是说，如果银行没有批准你的贷款的话，你是可以直接放弃的，不是说你必须买这套房子。如果你临时说我不买了，那一般你可能损失一个前期的 deposit 押金，大概是几千美金左右吧。所以这几个月的时间来讲，其实是充满了风险的。首先就是比如市场的动荡，这个像我们之前的例子里面也讲过，当时我们都快要决定买一套房子了，忽然他那栋楼里又出来了好多其他套房子，然后我们就没有再继续走下去这个流程。而且呢，银行也不知道还会不会整出什么幺蛾子。虽然说80%的情况下，这个手续都是能顺利的走完的，但是一旦出了什么事儿的话，对卖方来说，肯定就还要重新走一遍，卖房啊，把房子挂到网上去啊，然后弄 open house 啊，跟买家谈判这个流程，对他们来讲，自然是拿到钱越快，这个风险越小。所以相对应的，如果你作为买方，你不需要贷款，你可以付出很高的现金比例，甚至是全部的现金，那对于你来讲，你的压价空间和压价优势肯定就比较大了。我们经常也能遇到这种情况，比如有的房子很抢手，同时有几个买家在出价，那这个时候，如果你的首付比例能够达到50%以上啊，即使你的开价比别人低了几万块，其实你都还是很有可能被选中的。听到这里，有没有觉得我讲得很详细，并且我们的经验也真的很丰富呢？那后面还有2点干货，感兴趣的朋友千万要坚持看完。如果还没有关注我们的朋友呢，赶快关注我们，订阅我们的频道。觉得我讲得不错的朋友呢，欢迎给我点个赞，或者给我留言鼓励我一下。第二个影响谈价空间的因素呢，就是市场热度了。这个如果你去一些买房子的网站，比如像 Redfin 啊，稍微做一下研究，输入你想买房的那个区域的邮编，就可以看到那个区域呢是属于 hot market 还是 cold market， 就是那个市场到底火不火。比如在纽约 Brooklyn 吧，有一些比较好的地区，前2年呢有一阵儿特别的火，当时就是买房基本都靠抢的，一套房子出来没有几天就卖掉了，所以那种情况下，你就算现金再多，也有可能遇见现金比你还多的人，那上面那招可能就不够好使了。这个我们也曾经遇到过，当时我们看完一家房子回来还在琢磨开价应该出多少呢，隔天那房子就攀顶了。
现在在疫情的情况下呢，其实有一些地区还是非常非常火的，这个主要是因为低利率带来的影响。那如果你想要知道你买的那个地区火不火呢，其实你只需要打开一些卖房的网站，然后观察一下那一个地区房子平均卖掉的天数，用一个 Excel 自己做一下记录，算一算平均天数就知道了。那比较火的地区呢，一般那个房子卖掉都是在30天以内，然后稍微冷却一点的市场呢，一般平均在100天以上，就算是比较就是 cold market。这个呢，在各大卖房网站都可以搜，就是最近期卖出的房屋，就是 recently sold， 然后你只需要自己整理一下数据，就能心里有数了。自然是说，越冷却的市场呢，你谈价的空间肯定就越大，而且你也可以不着急，慢慢谈。第三个因素呢，就是房子本身的类型了。这个在我们之前的好几期视频里也都有拍过，就是那种房子比较破，然后可以用来翻新投资的房屋。这种房子卖的时候呢，都会写明了是 as is，也就是你所看即你所得，它卖方是不会负责任何维修的，因为这个房子的质量呢就是比较差，它就是什么样就这么破着卖了。那这种房子呢，一般它的开价已经低于了市场价格，所以它压价的空间呢就不太大。因为卖方呢他也不傻，他知道你买了这个房子，基本只要翻修完了，这个房子就会有比较大的升值，那总有人会接受它的开价的。还有一类不太有砍价空间的房型呢，就是 new construction， 也就是新开发新建的小区。因为这种小区呢，一般都是比较大的开发商来做的，它的定价呢都有统一的标准，一般都是根据户型和这个房子的总面积，然后它每平方的价格呢是差不多的。如果它给你便宜了，它给别人也要相应的便宜，所以对他们来讲呢，一般就不太会有这个砍价的空间，它的定价就比较的遵守他们的标准。除了我刚才说的这2种房子以外呢，其他的情况下就我们的经验来看，一般砍价5%肯定是可以试试的。如果结合前面的市场热度以及你手里的现金数量砍价5%到10%都是一个正常的范围。当然，这个肯定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。我给大家说的呢，都是根据我们经验总结出来的一些可以让大家参考的观点。那今天我要说的内容呢，就是这些了。给大家再次总结一下，如果你想判断一个房子能不能砍价，砍价的空间到底有多少，主要就要结合你自己的付款方式，当时这个房子的市场热度以及这个房子的房屋类型，就可以做出一个比较合理的判断了。如果大家觉得我讲得好呢，希望您能给我点赞，给我留言。如果还没有关注我们的频道，快点关注我们，订阅我们，这样你以后就不会错过我的更新啦。那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